这个是鼎鼎大名的一个榫卯，叫蝎丁榫。喜欢研究榫卯的人和榫卯初学者都会接触到这个榫卯，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接长法。注意，蝎丁榫属于接长榫卯。蝎丁榫，我在榫卯开篇那一节课，大家可以去看我前面的视频，讲了蝎丁榫是我们榫卯里面阴阳互补和横纵相交典型的代表。所谓的阴阳互补，看一下啊，装到一起以后，我们发现它从中间会有一个钉，然后中间一个钉，两侧是阴阳互补的。为什么还要在这儿加一个钉？是为了横纵相交。因为木材是有纤维的啊，像管束一样的，它有纤维。那么我们要在纤维方向上使其横纵相交，那这个榫卯的这个强度会更加牢固，稳定性更好。那这个是蝎丁榫。月牙扶手呢，在我们古代的时候，这个材料木材胸径比较大，就是比较粗壮。取材呢，我们使用三段法。三段法也是古代的统治阶级和达官显贵彰显自己身份的一种表达方式。那肯定很费材料了，因为你要做一个圆，取三段的话非常费材料。那么我们现在普遍流行的是使用五段法。我在上一讲里面讲了这个地方标出来了，这个月牙扶手靠近我们后背正中间这个地方，脊柱是最粗的地方。那么它是38毫米到40毫米的材料，但是到了我们扶手前端在我们手放到上面握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是38毫米到40毫米，而这个位置是31到32毫米，有一个收分。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儿有收分，这儿是38到40毫米，那么这个位置是31到32毫米，收分。这儿是蝎丁榫，月牙扶手上只有这一个榫。月牙扶手与4条腿结合与2条后腿和2个额脖结合的位置，我刚刚在前面讲了。它属于是单头直闷榫，然后做飘肩。好，最后我们看联邦棍儿。这个仍然是使用的单头直闷榫，上面呢是一个圆形。我们注意联邦棍的这个形状联邦棍和靠背板一样，联邦棍也是分 S 型和 C 型的。那么我们在小圈椅上一般是使用 C 型，但是注意联邦棍是上细下粗，也是有一个收分的。然后做出榫卯来，插入我们它在大边上，注意联邦棍是在抹边，在抹边上的这个榫孔上面这个圆形，我们使用电钻的钻使用电钻和钻头钻一个圆孔就可以了。S 型的联邦棍，这个形状大家可以自己去选。还有一个是脚牙这个位置的这个榫卯呢，就是使用槽榫，上下挖槽，在扶手这儿挖槽，在额脖上挖槽即可。是槽榫。好，这个是小圈椅的这个榫卯。我们在最后我们课程最后我们说一下这个撑子它的特殊的一种称呼，叫杆撑。
字写的比较小啊，我放大一下，把这边涂了。我们中国的文化呢，博大精深啊，历史悠久啊。赶城我们有另外一个称呼，是表达我们古人对于美好事物的一种追求。说人生这几大喜事之一就是升官啊，叫步步高升，所以是赶城。什么叫赶城呢？我们的脚踏层是最低的，我们看一下脚踏层啊，距离地面也就5公分高，下表面距离地面5公分。那么我们脚踏到这个层子上面，上表面距离地面大概8公分，就是80毫米。那么在做侧层的时候，注意中间是有一个落差的，有15毫米的落差，然后我们再去做这个侧层的榫头。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后面的那一根最后的撑子呢，后撑呢，又要在这个侧撑的上表面基础之上向上错开15毫米，然后再去做后撑榫头。所以每一条撑子啊，在它的水平高度上面是有15毫米的落差。那么从正面看啊，向侧面再向后面，撑子的高度是越来越高的。这样呢，既有美好的寓意啊，那么它也有力学上的原理，它可以最少的去破坏这个椅腿材料的结构，然后呢，增强它的结构强度，又使它具备了一定的这个赋予它一定的这个美好的寓意。我们讲步步高升，也叫赶城，这是一个概念啊，就是它所处的这个学术语言的这个语境不同。好，这个是我们所讲的制作小圈椅的步骤，还有它的榫卯，注意事项。我们下一集呢，视频呢将从认识。把这儿先涂了啊，讲一下预告一下下一节课程。下一节课程呢，我们进入制作的过程的前置课3节课啊，最后一项。那么在下一节课里面，今天是第2段，那么我们下一节是第3段。我们首先认识一下料单。因为我们1比1的大样图画出来了，那么月牙扶手的这个图也画出来了。那么我们使用5段法，那么我们在这个椅圈上面，我们截取5段1、2、3、4、5。那么5段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出料单。这个料单呢，又要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这个样的基础之上。我们在这儿取一段，这个图后面我们也就要毁了。假设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取材料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取材料的时候注意，我们要做方料的最优解。大家注意，是方形材料矩形材料的最优解。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材料不对，还有吸顶榫两侧突出的部分，那么我们这个材料就要取到这儿了。这个也要继续延长，还要加宽。OK， 好，这个是料单，这个是中间段扶手中间段取料下料的尺寸。那这个是料单。那么这一段我们看一下，从这儿开始到这儿做一个矩形，那这边是对称的然后好，这个料单出来了，这个材料的这个尺寸取料的材料的尺寸出来了，我们要认识料单，然后呢还要根据我们画出来的这个形状认识样板。
有实物，这个啊，我可以拿给大家看。额脖有样板形状，那么这个月牙扶手这儿1段、2段、3段，这一侧和这一侧是对称的啊，所以我们使用一个样板就可以。这个扶手前段啊也是如此。那弧门牙的样板、脚踏牙的样板、额脖的样板、脚牙，我们最后自己画就行，这个没有必要说做一个样板来决定它。那还有后背板的样板，这个侧面啊，我们从侧面看 S 型的这个曲线。那么我们做一个样板，弧门牙呢是分正弧门牙和侧弧门牙。这个我们在制作过程中，我告诉大家怎么样去画这个弧门牙的这个线条啊，这个造型。这个我们不一定是要做这个造型的。我上一次课我说了，也可以使用鱼肚造型，鱼肚造型就比较简单了。这也是个弧门。那我画完鱼肚比较简单，是这样的，这就是鱼肚造型。当然也可以使用牙头和牙条相结合的造型，就是这个样子。这是牙条，通着一个牙条，然后这边做一个牙头上来，这边做一个牙头。好，这是牙头，下面这部分叫牙头，那么这部分叫牙条，合在一起叫牙板。好，这是样板。下节课我们主要学习料单和样板。好，这节课我们就到这儿。